很多人都以为退休就是存够钱就好了，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呢，在美国退休不光只是看你有多少钱，而是看你有没有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情。因为你只要走错了一步那社安金可能少拿了好几十万， Medicare 可能一辈子被罚了，还有税呢也可能缴了很多钱。今天这个影片呢，要带你看懂6个决定你退休成败的关键年龄。如果你正在做退休的规划，有很多问题呢需要提前准备，比如说如何避免退休后税越来越高，如何建立稳定的退休收入，如何避免了资产被市场波动的影响，还有如果配偶先离开了呢，另一半如何生活。我整理了一本呢退休规划电子书，里面把这些问题呢都做了一些系统性的整理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发 email 到右上角这个邮箱，那我们会把电子书寄给你。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Judy， 在美国生活超过了40年，有8张的专业执照。每周6晚上美国东岸时间呢8点钟，我会固定和大家分享最新的影片。我做这个频道呢，是希望华人在美国少走弯路，享受生活，安心退休。62岁呢是退休人士的第一个关键点，你可以开始领社安金了。但问题就是说，你该不该领呢？这个62岁开始领呢，其实就等于了永久打折了，因为社安金的福利就少了 30% 左右了。那提前领呢，意味着一辈子呢就少拿了。适合62岁领的人呢，是第一个身体状况不好，他认为自己不会长寿，那希望早点领，早点享受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急需的现金流了，没有其他的资产，没有太多其他的收入呢，生活很拮据。那不适合62岁领的人，就是有长寿的家族史啦，那目前还在工作，或者是有其他投资资产的朋友们。那一句话总结呢，就是62岁领呢，是用折扣价来卖掉你的未来收入了。很多人认为65岁才开始规划了 Medicare， 而事实上呢，真正关键的年龄呢是63岁，因为 Medicare 呢，它有一个规定，看的是你前2年的收入，也就是说呢，你65岁申请 Medicare， 那用的是63岁的报税的收入了，所以真正聪明的规划就是在63岁之前就要开始控制了收入了。策略就是说呢，分批的来做 Roth conversion， 不要集中在1年。还有第二个呢，就是控制了资本利得，比如避免在63岁的时候卖太多股票啦，或是卖掉了投资房。规划收入来源是另外一个策略。如果你是小业主或者是自雇主的话，看看能不能把收入分散到下一年呢。总而言之63岁呢就决定了你65岁的医疗成本。65岁这个时候呢，你一定要主动的申请了 Medicare， 社安局它不会通知你去申请的。如果你等到65岁以后才发现说，你没有按时申请了红蓝卡，那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医保生效时间，甚至是被罚款了。重点呢，不是只有申请，而是规划收入，因为在这里边呢，会影响了一个关键。Medicare 里面有一个叫 IRMAA 的 surcharge， 它就是高收入的附加费。那什么是 IRMAA 呢？这个 IRMAA 呢是 Medicare 对高收入者额外收的保费了。所以说你收入越高， Medicare 的保费就会越贵了。那大家本来在65岁之后呢，这 Medicare 的保费呢是一个标准价，可是如果你的收入超过某个门槛，那政府就会说，你赚的钱比较多，你就得多付一点保费。那IRMAA看的就是2年前的收入，也就是63岁时候的收入。那很多人不知道啦，以为退休后呢收入下降，但是后来还是被罚了，就觉得很不公平。但事实上就是这样子。策略就是呢，在63岁之前呢，要控制了报税的收入，就是 Modified Adjustment Gross Income。还有第二个呢，就是开始要规划的 Roth conversion 呢。第4个关键的年龄呢，就是 Full Retirement Age。在1960年以后出生的朋友们呢，他的 Full Retirement Age 呢就是67岁。那么在1960年之前出生的朋友呢，今年2026年来说，他们已经过了他的 Full Retirement Age 了，那就意味着可以领100%的社安金了。即使是现在还在工作呢，那社会安全福利也不会被扣的。关键的决策就是要不要继续等。延后的好处是什么呢？每延后1年呢，就可以多拿8%的这个福利，一直到70岁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一个保证收益、无风险的回报，还有抗通膨的一笔收入。那策略呢，就是先用自己的资产延后了社安金，把社安金当作年金。那下一个关键的年龄就是70岁了，这就是最大化的社安金了。也就是70岁呢，你可以拿到最多的社安金，以后不会再增加。那为什么很多朋友都会愿意等到70岁呢？因为这个是一个有保证的现金流，可能会比其他很多投资还更有保障了。
那最后一个时间点呢，就是73岁或75岁 RMD 的时候了。那 RMD 是73或75呢，其实它看你的出生年份。出生年份1950年或之前的话呢是72岁，1951年到1959年出生的朋友们呢是73岁，1960年以后出生的 RMD 就是75岁了。那现在大多数即将退休的人呢，他是73岁是 RMD， 但年轻一点的呢可能会是75岁。那什么是 RMD 呢？ RMD 就是 Require Minimum Distribution， 这是政府强迫你开始提领退休金。问题来了，因为呢是政府强制提领，所以呢收入就增加了，当然也增加了税率，也增加了我们刚刚说的所谓的 Medicare IRMA surcharge， 那么形成了税务连锁反应了。所以核心的策略就是真正聪明的人啊，他其实是在 RMD 之前呢就做了 Roth conversion 了，把未来的高税呢就提前的转低税了。最佳的时期呢其实一般是在收入低的时候，大概是62岁到73岁之间。那 Roth conversion 的好处是什么呢？第一呢是降低未来的 RMD， 第二呢它降低了税率，第三个呢它控制了 IRMA surcharge，第四个呢，留给孩子是免税的资产。那如果有朋友认为美国未来的税率会更低，那我建议你看2个数据哦。第一个就是美国历年来的税率的历史，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这个网站 ESDeskClock.org， 看看美国现在的国债有多高。那这样子你就心里有数了。最后我总结一下美国退休的6个关键年龄，第一个是62岁可以开始提领圣安金，第二个人就是63岁决定了 Medicare 的保费，第三个呢就是65岁可以申请了 Medicare， 第四个呢就是67岁可以领到全额的圣安金，那第5个呢就是70岁了，这个是最高的圣安金提领的年龄。那第6个呢是73或75岁，就是 RMD 的时间。62、63、65岁、67、70、73或75呢，这每一步都在决定说你未来可以拿多少钱，你可以缴多少税，你退休轻不轻松。所以说呢，退休不光只是存钱的问题哦，更是一个时间点决策。如果你对退休生活有各方面的问题呢，欢迎点击留言区的连结和我咨询，我会以8张执照和美国生活多年的经验呢，用最公平专业的角度帮你分析。如果你喜欢这一类的关于退休、财务、人生规划的内容呢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那么也欢迎朋友们在留言区分享各种退休或美国生活的经验或建议。谢谢你的观看，请点赞、收藏、开启小铃铛、留言和转发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